前新竹市市长林志坚不久之前爆发出了论文抄袭争议，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林志坚论文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原本要代表民进党角逐今年的桃园市长选举，而之前他曾经在中华大学跟台湾大学都取得硕士学位，但是在上个月初，有人指控他的2篇硕士论文都抄袭，引起了热议。目前相关的讨论已经延烧了超过1个月哦，不止导致了林志坚宣布退出桃园市市长的选举，后续也连带的拉出了很多政治人物论文抄袭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对整个台湾学术生态的检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整理事件的脉络，一起看看这一次的争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双方主要的争议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又有哪些。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有观众朋友是在帮公司品牌或者是各种机关单位做社群行销的吗？在行销的时候呢，如果要传递一些比较抽象、复杂或是沟通比较专业的讯息，用实拍影片的方式容易有各种限制。那么推荐你呢，这个时候或许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哦，因为透过解释型动画的视觉转化呢，可以让受众轻松的了解产品的功能或者是服务的价值，而形象动画呢，则是能够用充满想象力、生动有温度的方式传递企业的核心价值，奠定品牌的长期影响力。那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简讯设计团队呢，都能够提供完整的客制流程，从前期的企划到视觉策略、实际执行，我们都会帮忙一条龙的规划，量身打造最适合你的动画素材。而此外，如果你还有其他不论是像是 logo 动画、频道片头，或者是任何动态制作的相关需求，也都欢迎来信洽询哦。今年的7月初，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呢，指控林志坚在2008年的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抄袭了2007年新竹科学园区委托中华大学做的一份研究案，也抄袭了另外一篇刊登在品质月刊的期刊论文。而在王宏威之后呢，媒体人黄阳明也在脸书上面发文指控林志坚2017年在台湾大学国发所在职专班写的台湾大学硕论也存在着抄袭问题。所以论文抄袭争议主要有中华大学跟台大的这2个战场，不过前者的审议结果还没有出来哦，而后者的讨论跟资讯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整理呢，会主要聚焦在这本台大硕论的部分。台大硕论方面，黄阳明指控林志坚在2017年的台大硕士论文抄袭了另外一个国发所研究生于正煌在2016年的硕士论文，2本论文出现了大量相似的篇幅。7月23日，国民党党团又加码指控，质疑林志坚的台大硕论，同时也抄袭了陈明通写的一篇期刊论文。那针对这些指控呢，林志坚跟陈明通都陆续发表了声明跟召开记者会，表示林志坚的写作时间比于正煌更早，后来还借资料给于正煌使用，强调自己没有抄袭。而这疑虑爆出来之后，台北市议员徐小新也立即向台大检举，后来台大也宣布成案。台大社科院院长苏宏达在对校内同学说明这场事件的 email 里面提及这场事件是个抄袭丑闻。那抄袭争议的另外一个当事人于正煌呢，在7月初事件刚爆发的时候，一直都保持沉默，没有人找到他，也不知道他的想法。直到7月27日，于正煌出席台大审定会说明后，发布一个简短的声明，表示自己没有抄袭，并且已经把相关的事证交给台大处理。而8月9日，台大审定会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林志坚的硕论抄袭于正煌，决议撤销林志坚的台大硕士学位。同时，台大也指出，指导教授陈明通有失职的嫌疑，学校呢也已经接获检举，将会另外组成审定委员会调查陈明通。那因为相关的讨论跟各方的说法都差不多告一段落哦，我们整理了4个主要的争议战场，分别是到底有没有抄袭，相似文字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抄袭谁，台大审议会公平吗？首先，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战场各方的说法。这对黄阳明一开始的指控哦，林志坚阵营的回应是林志坚的写作时间比于正煌更早，后来还借资料给于正煌使用。他们表示论文会有相似之处呢，是因为2篇论文都用了林志坚提供的同一个民调资料进行研究。而根据陈明通和林志坚的说法，在林志坚写研究计划的时候，当时研究陆神问题的于正煌因为研究不顺利，所以向时任所长的陈明通求助。后来陈明通就在林志坚的同意下，在2016年的1月把同一份民调资料借给于正煌，让他做新竹
主是选举参选人林志坚的研究，另外也把林志坚的研究计划初稿借给了于正煌参考。他们表示说，因为于正煌赶着毕业，所以很快的呢就根据这些资料，在2016年完成论文通过口试。当时呢，在于正煌的谢词里面也有感谢林志坚提供资料。林志坚还公布了一些资料跟信件记录，强调自己论文的题目发想啊、大纲计划都比于正煌时间早。只不过呢，于正煌比较早完成论文毕业所以才会造成外界误会自己抄袭。所以根据林志坚阵营的说法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认为没有抄袭的问题，但是两篇论文里面呢，林志坚才是比较有原创性的那个。而于正煌这边呢，也透过律师发表简短的声明，表示自己没有抄袭，在事件爆发之前，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林志坚的论文，而且呢，已经把这个相关的事证交给台大处理。那两边都认为自己没有抄袭，可是却有一些相似的文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林志坚这边呢，在他给台大学伦会的声明里面，没有特别解释段落雷同的原因，而是请大家去参考他指导教授陈明通的说法。那陈明通是怎么说的呢？陈明通在声明里面认为林志坚跟于正煌都没有抄袭的动机，也都没有抄袭。他解释说，两边论文呢之所以会有雷同的段落，是因为这两人都经过陈明通本人指导，而且都是用同一组林志坚团队做的民调资料来进行研究。他表示，论文在描述民调资料的时候，对事实的描述当然不会有什么差别，而且陈明通要求于正煌要尊重原资料的设计，不能够任意解释，所以两人有部分论文内容高度相似，在学术上面是正常的。他表示说，只要双方研究的对象跟问题意识不同，那就没有违反学术伦理。外界以为文字相似、语法相同就是抄袭，这是去脉络化的说法。那对于论文雷同段落的解释呢，于正煌这方呢，则提出了某些错字来源，也强调那些段落的引用呢，都有清楚的标明出处。但同样的段落在林志坚那边呢，却没有清楚的引注，因此于正煌主张自己才是那些段落的原创者。而台大审定会呢，就针对这个双方的争议进行了调查。审定会指出虽然于正煌确实有用林志坚提供的资料，但在学术上面来说，使用资料跟撰写论文是不一样的，不能用这个代表林志坚的论文比较有原创性。而且就算两人是使用同一份资料，在文字上面的描述用词不可能完全一样，可是在这两本论文里面却出现了很多文句完全相同，甚至是同对同错的状况。另外，那些有抄袭嫌疑的段落呢，有不少的篇幅也跟说明资料的章节无关，甚至涉及到论文核心发现的结论章节。因此，审定会经过电脑软体比对，再加上专家们逐章节、逐小节、逐段比对内容之后，认为两篇文章有多处超过合理范围的雷同，认定抄袭存在。那如果抄袭存在的话，又是谁抄了谁呢？台大审定会指出根据学术的惯例，相同内容的论文后发表的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标注出处，那就会被认定为抄袭。而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呢，于正煌的论文是在2016年7月通过口试，林志坚的论文呢在2017年1月通过口试，林志坚比于正煌晚了半年。而且台大审定会指出林志坚在论文的参考文献当中还列出了于正煌的论文，这表示林志坚在写论文的期间就已经知道并且读过于正煌发表的这篇论文，但又没有在高度雷同的地方标志出处，因此已经构成了抄袭。不过这一次引起争议的点是，林志坚阵营声称，虽然林志坚的论文比较晚写完，但是他的研究发想、大纲、计划都比于正煌更早完成。他表示，那些被指控抄袭的文字，早在2016年初就写在他的研究计划里面。当时于正煌甚至还没有开始研究选举议题。但是这份2016年初的研究计划目前并没有被公开，因为林志坚表示他后来换了新电脑，学校信箱的资料又已经被删除，所以这个研究计划没有办法找回来。那作为证据，他公开了另外一封2016年2月的时候，陈明通寄给他助理杨玲仪的 email。这个 email 里面呢，就附上了陈明通修改后的研究计划，而这里面就有那些涉嫌抄袭的文字。林志坚表示，这足以证明自己比于正煌更早写出那段文字，而且这些文件还有信件呢，都已经公证过，没有造假。不过审定会则指出呢，雷同段落的其中4段文字，其实于正煌在2016年的1月28日就已经写在他某个版本的论文里面了，比林志坚主张2月完成计划更早。不过于正煌这个版本论文呢，应该只提供给审定会审查，目前并没有公开。另外，审定会也指出林志坚虽然提出了经过公证的 email 来证明自己在2016年的2月已经完成论文计划，但公证其实只能够证明陈明通在当天有寄这封 email 给林志坚的助理，再加上文稿里面没有修订符号，所以没有办法确认这个文稿的内容哪些部分是林志坚写的，也没有办法确认说陈明通有没有在更早之前就
收到来自于于正煌的文稿。因此，审定会根据论文认为，如果林志坚无法提出更早的论文手稿，那就无法据此认定说于正煌有参考甚至是抄袭林志坚的手稿。所以台大审定会依据论文发表的时间、雷同文字段落出现的时间、论文内容等等的项目判断，认定林志坚抄袭于正煌。而这个决议出炉之后呢，就引发了林志坚阵营跟支持者不满，质疑台大审定会的公平性。台大在7月初争议爆发的时候呢，就收到了检举，并且在7月中由台大社科院组成审定委员会开始进行调查。按照目前的规定，这个委员会呢由社科院院长苏宏达担任召集人，成员包含了校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不过具体的委员名单是保密的。当时审定会表示，他们调查过程当中，除了会参考检举跟被检举人提供的材料，也会分别邀请林志坚、陈明通跟于正煌进行面谈。不过最后只有于正煌前往说明一次，林志坚呢跟陈明通3次受邀都没有出席。根据林志坚阵营的说法，之所以不出席，是因为在审定会组成之后，召集人苏宏达曾经提起这起事件是个抄袭丑闻，但他们质疑这代表苏宏达立场偏颇，未审先判，因此要求苏宏达回避审查。但是审定会委员呢，在经过投票之后驳回了这个申请。林志坚的律师认为，委员会的做法呢是球员兼裁判，不符合程序，因此继续提出申请。期间，林志坚跟陈明通不愿意出席面谈，只提交书面文件说明。而在8月9日审定结果公布之后呢，林志坚表示，他们其实在同一天的凌晨就寄信表明愿意到场陈述，没有想到到隔天呢，忽然就接获到了台大公布审定结果的消息，让他觉得被突袭。另外，林志坚阵营呢也质疑审定会不但委员名单跟审查报告都保密而且明明有2个月的时间，就在半个月左右就完成仓促的审定，又不采信对林志坚有利的资料，让林志坚没有足够的机会为自己辩护。那台大这边呢，只是强调苏宏达的回避申请被驳回，是因为委员会认为林志坚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据，而审定会的组成跟审查过程也完全都依照现有的法规进行，充分参考了不同的证据跟意见。期间讨论的这个会议过程跟审定报告也都有记录留存。如果对于审定的结果不满意，可以向教育部提出诉愿。林志坚作为民进党桃园市候选人这个争议爆发之后，首当其冲的是已经在备战当中的县市长选举选情。期间，民进党跟支持者有不少公开支持林志坚的声音，批评这次争议是蓝营的政治抹黑。而8月11日的时候，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总统也公开表示，我们愿意相信志坚没有抄袭，并请全体党公职团结一致，支持志坚捍卫清白。不过在隔天的8月12日呢，林志坚就宣布退出桃园市长选举，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并没有抄袭，未来会采取救济手段继续捍卫自己的人格清白。另外，因为前面提到陈明通寄给林志坚助理的研究计划里面出现了请志坚自我发挥一下的字眼，有人就质疑这代表林志坚的论文其实是其他人代写的。但最近呢，就有媒体人爆料，质疑代写人呢就是林志坚助理杨玲仪。那针对这个指控呢，杨玲仪已经出面否认。不过这个战场目前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至于另外一个当事人，现任的国安局局长陈明通呢，目前台大表示他已经婉拒新学年的课程，不再应聘台大教职。但台大的审查呢，对于不在职教师也适用，所以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那在当事人之外呢，这一次的争议延烧到了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身上，包含了国民党的许淑华、林杏儿、何胜峰、民众党的蔡壁如等等，不断有政治人物被爆出论文抄袭、代写的指控。而且除了政治领域的争议呢，学术界问题也因为舆论的关注浮上台面，不少学校被发现出现了很多高度雷同、疑似抄袭的论文，相关的讨论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延烧。从7月初开始，我们团队就非常的密集关注这个事件，但因为各方论战持续的延烧，也不断的有新的发展，所以我们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去厘清跟整理各方的资讯跟观点。那当然，因为影片篇幅的关系如果有遗漏任何的资讯，都欢迎大家在留言补充跟讨论。那话说回来，针对这个事件呢，我们觉得要判断有没有抄袭的关键，就是林志坚能不能够拿出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文稿确实比于正煌还要早完成。毕竟在学术上，如果 A 论文有些段落文字的内容跟 B 论文高度重复，但 A 没有具体的标出引用的来源，而且发表时间也比 B 还要晚，那一般都会认定 A 抄袭了 B。那以我们现阶段能够看到的资料来说，我们觉得林志坚阵营所提供的资讯，其实还是无法完全澄清这个关于抄袭的指控。然后在这
样的情况之下呢，民进党多个指标性的大咖呢都选择直接力挺，当然就会让很多人觉得更加不满。那当然，目前林智坚已经表示他要透过救济手段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未来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变化，这部分大家可以再关注。不过，当林智坚宣布退选之后，相关事件的关注度可能会降低哦。但我们认为，这整件事情的背后，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议题需要大家持续的关注。有蛮多熟悉学术圈的人都会说，以这一次事件的争议来说，在论文审查的阶段，理论上教授、系所或者是校方就应该发现问题，然后请研究生修改过后，论文才能够通过。但这几年有越来越多或大或小的事件，都是顺利拿到学位之后才被回头提报，代表这个事件的问题可能不是个案。仔细研究这背后所涉及到的问题呢，除了抄袭、代写以外，也还有在职专班的研究缺乏原创性、教授口尾放水、学历迷思等等等的。那也因为脉络很多，所以问题非常复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有些人会觉得这些问题大家平常都心照不宣，等选举了才要拿出来讨论，明显就只是为了政治考量。那我们是觉得，既然这些问题一直都很严重，那他现在有机会被社会大众看到并引起讨论，其实也可以是一个改变的契机。那这个部分之后我们也会再另外做一支影片，再请大家拭目以待喽。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哦。最后也来问大家，你如何看待这一次的论文抄袭争议呢？ A. 我相信林智坚的说法哦，因为 B. 我相信于正煌的说法，因为 C. 我目前没有办法判断哦，想要看更多的分析再决定。D. 我觉得很无聊，其实没有兴趣了解这些事情。一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林智坚论文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私校退场以及抽签上大学的讨论。那么今天的智疑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